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3月12日，星期四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。那么，相信看到这里，很多的朋友又觉得是不是跌了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操作？要不要该割？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并不是安慰你，而是要告诉你，今天的这一场下跌，似乎是给散户定制的一场考试。并不是在考你的选股逻辑，而是在考你的神经系统。如果你的神经系统先断了，那么你今天就输了。今天我们这些视频含金量非常的高，你如果不仔细的听，你一定会有大后悔，好吧？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正题。昨天是发生了3件事情，如果我把它每一件单拎出来讲，这个市场都会抖3抖。那么3件事情叠加在一起，今天有一个跳空大跌是必然的。第一颗炸弹就是霍尔木兹，昨天晚上又炸船了，因为在 IEA 宣布释放4亿桶战略储备的几个小时之后，一艘与美联军相关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。更严重的是，阿曼这边宣布短暂疏散石油码头的所有船只，这个码头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，每天出口超过100万桶石油，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运作的出口通道之一。它一旦关闭，等于最后一扇门也被锁上了。所以说，今天原油再次的冲上了$100，回到了3位数。市场上甚至出现了$200油价的极端的预测。IEA 这边释放储备的利好，但是在袭击面前，这个利好1秒钟就是被蒸发掉了。第二个炸弹就是川普这边有发推说了让市场发抖的话，因为他更担心的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，而不是油价，并且还补了一句，美国从高油价里面也是赚到了不少钱。这句话我们怎么去进行解读？就是说这场战争在短期内它不会结束，它不会结束，那么这个大盘的震荡还会开始，那么这个战争底已经有了，会不会跌破？我待会儿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。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谈判在推进，以为石油储备释放是终点，结果我们的总统亲口告诉你，核问题才是他的第一优先级，油价是他最不在乎的事情。这句话相当于给了多头一刀。还有一颗炸弹，就是私募信贷市场已经出现了裂缝。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但是这个才是今天最危险的那一颗。因为摩根士坦利和这个 Cliffwater 他们2家机构同时宣布对旗下私募信贷基金限制赎回。德意志银行也跳出来说，他们在这个领域有300亿美元的风险敞口。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什么是私募信贷。私募信贷其实就是给中小企业私募收购提供贷款的市场，这个规模非常的大，高达1.8万亿美元。这个市场在低利率时代疯狂的扩张，现在油价推高通胀，利率下不来，企业的还款压力增加，坏账已经开始浮出水面。而当机构开始限制赎回，就意味着流动性在收紧。所以说今天很多银行股都有一个大跌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出了问题，而是市场在问下一个到底是谁。所以说这些总的来讲才是今天跳空大跌的完整的剧本。我告诉大家，并不是说大盘这边看空，而是有新的恐慌素材又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说完了宏观的消息，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QQQ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QQQ。 如果你单看这个 K 线的话，是有一个上升的楔形的，但是现在很不巧又开始往下掉了。那么前面是有一个上升通道，基本上就是在610到620这一带，但是今天又回到了600以下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根跳空下跌的 K 线已经是有一点点不好看了，而且呢，它有可能再把这个趋势线进行一个回踩。你可以看到均线现在是全部的拐头向下，压在下格的下方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的关键的，比方说100日均线，比方说我们的50日均线都是跌破了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强势，从趋势多头已经切换到了强震荡的一个节奏。我们看一下 MACD 零轴上方死叉后一路往下，说明动能从偏多转为了偏空，这是一天它就变成这样了。再来说一下 RSI， 也是从强势的区间滑落了，但是呢还没有到极端超卖，已经处于高位回落的一个通道了。所以说 QQQ 现在的一个走势是什么？它从高位掉下通道后，已经开始要再一次的去进行底部的一个试探。我们再来说一下 SPY。
SPY 它的上升通道是要更宽一些，高点的话是在690到700这一带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几次它向上突破都没有突破过来，而且呢，现在这个底部，这个延伸的这个底部已经是慢慢的在进行一个试探了。那么现在已经是把均线都跌破了，朝着下轨这边来进行移动，50线、100日线都在它的上方，200日线还在下方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能够从中翻译，怎么样翻译？就是说现在的安全点还有，但是中部安全区已经没有了。成交量的话呢，没有出现一个极端放量的恐慌，说明这还不是那种所有人同时砸盘的一个情况，而是有秩序的进行减仓。从图形上来讲 ，SPY 比 QQQ 稍微的稳一点，因为有一些价值股和防御股扛了一些，但是两者共同点非常的清楚，就说他们也是从上面上升通道往下开始掉，而且呢开始往下方200日均线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试探。我告诉一下大家这个位置我怎么去理解。我认为中期机会已经开始浮现，但是这个区域不是那么的干净。真正的大资金要的是要干什么事情？就是要从一次恐慌里面把这个地方给击穿，然后呢再从一堆割肉盘把这个筹码给捡回来。所以说这个底是不是大底？它是大底，但是要不要跌破？我觉得如果说华尔街要捡便宜的筹码，它一定要把这个底给你跌破，一定要放大一次恐慌，支撑还会被多次的刺穿。周一的这个低点可能不保，但是一旦它被击破了，我告诉大家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。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办？我的结论直接说，今天很明显的就是单边的跌。我们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呢，是做了一波，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止盈，并且我也跟大家讲了，我说今天是单边跌，所以说你不要追涨，也不要仓皇的割肉，因为今天的市场的结构是恐慌情绪叠加的技术面承压，日内看到强有力的反弹是很难的。QQQ 这边希望它收盘能够回到600附近，如果回到了就算稳了一局，如果破了，那么我们就去等它一个极端的区间。今天更有可能的一个走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单边跌。收盘的话呢，我是希望它回到600，但是呢不一定回得到，所以说呢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再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要不要抄底？底是要抄，但是你一定要分批，好吗？一定要分批。这句话我在上周也讲过，今天还是这句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讲了，你不要去进行一个追高，我们去等待一个机会。今天的这个机会，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，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最低点在哪里。那么周一的一个最低点 QQQ 在591，但是这一次如果它要使劲的往下砸，跌到585、580都是有可能的。如果说你今天你听我的，你说啊我要抄底进去，你满仓抄底进去，你可能就是抄在了山腰。分批的意义就是让你在任何位置你都有子弹。我不建议你离开这个场内，好吗？因为你躲过了下跌，你一定会错过上涨，你一定要在场内里面，但是你要分批的进行，好吧？分批的进行，然后具体的点位我在会员群都跟大家讲了，而且呢哪些股票是安全的，可以闭眼去买的，我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的话，一定好好的来加入，来好好的赚钱。我觉得机会就在眼前。那么我谢谢这位朋友，因为我很少在会员群跟大家讲说，请大家一定要帮我点赞啊，给我留言啊。但是这位朋友他就是对我们会员群做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，我谢谢这位朋友。如果有空的话呢，来群里好好的找我一下，我表达一下感谢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我们觉得它要跌的一个情况。如果说明天有涨，很多人就又踏空了。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要做两手准备，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恐慌是最后一次洗盘，明天是 GTC 前市场开始预期性的上涨的话，那么很多不在场的人又会错过入场的机会。所以说你只要在市场里面，你不躲着下跌，你就不会错过上涨。你躲下跌的代价往往就是踏空反弹。但是呢，我还要告诉你两个关键的变量，你必须要额外的关注。一个就是私募信贷的市场，因为今天摩根士丹利和这个 Cliffwater 他们都是有限制性的赎回，这件事情如果进一步蔓延，对于金融股会造成更大的压力，也会让美联储的处境更加的两难。因为通胀上金融系统同时承压，降息不敢，不降息又怕信贷危机有一个扩散，这个就是属于新的尾部的风险，一定要持续的跟踪。还有就是川普的推文，下一条推文
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。因为他今天又说他更在乎核武器的问题，同时他又说美国从高油价里面赚钱。这个人啊，他不可预测，下一条推文随时可以改变市场的情绪，可能是利空，也可能是利好，我们无从知道，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就是去猜测，我们就保持灵活就 OK 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总统，我们也无可奈何，我们就找一些应对的方案，好不好？那么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认为的一个大方向，这个就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期了哈，你有空的话去做一个笔记。我在上周在会员群我也梳理过这个逻辑，我们今天呢再确认一遍。我认为这场战争是中期上半年很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，最好我不敢讲，我不敢这么把话说满，但是它应该是排第2、第3的好，我觉得是可以去这么去讲的。但是你要注意到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华尔街它绝对不会让你顺顺当当的赚到钱，好吗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反弹都会有新的坏消息把它给打回去。当你每一次有信心的时候，就突然的有一艘船被炸掉，或者是有一家基金限制赎回，让你再次的进行动摇。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噪音，好吧？什么是噪音？对于新闻面的解读，我一个科班出身的人，我肯定比你解读的更加的透彻。所以说呢，你要好好的按照我这个思路去走，好吧？这个市场的玩法不是第一次，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，它会反复的把这个散户玩弄于他的手掌之间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历史上每一次地缘政治的冲击，它最终都会以市场恢复来告终。不管是2022年俄乌战争也好，2019年中东战争也好，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，市场都是在最恐慌的时候见底，然后在战争持续期间开始上涨。为什么这么去说？因为恐慌它都是一次性定价的，经济的基本面是持续的，你记住我这句话好不好？我们昨天我都跟大家讲了，甲骨文 RPO 暴增325%，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没有停 ，GTC 4天后就要开幕。黄仁勋的那场演讲可能是上半年最大的市场重新定价的时刻。虽然说你现在感到很痛苦，我告诉你，痛苦就是正式建仓成本最低的时刻。所以说你不要因为一条新闻就把这个窗口给扔掉，分批留现金，不要恐慌。这3句话是这段时间最值钱的操作手册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觉得你今天的这些视频你听进去了、听懂了、消化了，请你帮我点一个赞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投资不是赌明天涨还是跌，投资一定是在正确的时间买入正确的资产，然后让时间来替你工作。我们的这个频道，不管是我们的免费视频还是我们的会员群，我们一直以来的方向就是在高概率的位置，用正确的节奏做大概率的事件。我们不保证每一步都走得完美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，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保证我们的方向和逻辑是对的。如果你愿意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好好的跟着我们一起来赚钱。因为很多的会员朋友已经建立起了对这个市场的判断的框架，这个框架是比任何一次具体操作都更加值钱的东西。我希望大家呢这周都好好赚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